现，许多的眷恋遗留在昨天，等再见，勇敢一点，拥抱最美的遇见，幸福并肩，等待上演，跨越界限，再爱一遍，曾经说的永远，被风吹落的诗篇，捡起片片碎片，拼凑你我熟悉画面，重来一次的心愿灵验，期盼能爱得无悔无怨，不亏不欠。我是黄继明律师，不过今天我是以唐美瑶的朋友身份，也是她的遗嘱的信托人，来宣布她最新的遗嘱。最新遗嘱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根据呢这份新的遗嘱呢，现在美丰腾气的合法继承人是石文峰。不可能的！上次我妈的立遗嘱明明是把这间店屋留给我老公石庆龙。这份遗嘱是他过后再来找我重新做过的。不可能的，马德一定是受到威胁才会立下这份遗嘱的。不会的，这里有2个见证人签名见证，不会错的。都不知道这2个见证人是谁。其中一位呢是秘书，另外一个是我的合伙人。唐女士呢还有一封信要交给石文峰。喂，你是谁啊？凭什么看这封信？怎么了？爹啊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呀？东西都被抢光了。马德把这间店屋留给爸，根本没有你的份。什么？还有妈留下来这封信，连这封信他都要抢。我没有抢，我就是石文峰。峰哥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相信我已经不在了。多么希望能再见你一面，哪怕只是听听你的声音。可惜，天不从人愿。你可以无情，但我不能无业。我还是想把美丰留给你。其实，今生能跟你相遇相知，共度大半生，我已经没有遗憾了。我不怪你。真的，只希望你过得好。峰哥，永别了，好好照顾自己，保重，不再见，阿美。
爸，你们醒了？没事吧？我怎么会头会这么晕啊？我也是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哦，你们两个一定是太累了，连坐着都会睡着。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只记得你急急忙忙把我找来，然后所以你们不记得黄律师刚刚来过？黄律师，他是谁啊？他来这里做什么？哦，他是来通知我们，老板娘已经修改了遗嘱，把美丰留给了石老板。不是我不想捐，你看到 Cindy 这么担心，我不能不顾及她的感受吧？喂，什么事？你在什么地方？我有事情找你谈。我不想见你。我是要拿回我爸爸的货车。要就来拿，我什么都不想欠你。我其实不是来要回货车的，我是有事要跟你谈。我不想跟你这个不孝子合。不孝子？你觉得我愿意当不孝子吗？我妈没了，我不心痛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后悔到要死，我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捐肾给她。我宁可得生病的是我自己，死的也是我。每个人都瞧不起我，做男人做到这步田地，也是够窝囊的。别人看不起我倒算了，连我老婆也看不起我。没有人看不起你，是你自己想太多。你看得起我，酒都不跟我喝。哎，还好吗？你应该到美丰藤漆店看看，那里每样家具都是纯手工制作，限量版，保证跟外面不一样的。看来你好事也尽了。什么好事啊？嗨，紫薇。嗨，登。紫薇，
谁呀？你怎么会来的？哦，我以前的组长知道我在做藤器，特地跟我订了几个藤具摆设品，让我送过来。他人真好，我因你改变主意，想要回来这里上班了。我没有那么容易改变主意的啊。其实我也是，只要我下定决心喜欢一个人，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。看来我们两个很像啊。我指的是工作上。哦，那情感上你就会改变主意了。好了啦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赶快回去做工吧。没事啊，我只是想多跟你说说话。那等你下班以后来美丰找我。好啊。拜拜。喂，对了，sorry 哦，忘了我今晚不行啊。哦，没事啊，那改天吧。怎么不问我为什么不行啊？为什么要问啊？你有你的自由啊。我不想你误会，其实我不行是因为我今晚要上课。上课？上什么课啊？室内设计，今天是第一天开课，所以我不敢逃课。为什么突然学这个啊？我是希望课程结束后，能够专攻以藤制品为主题的室内设计，让藤器掀鼓一股新的热潮，那美丰就有一条新的出路啊。其实呢，我也在自修工业设计。真的啊？你为什么会跟我讲？在哪里学？几时开始的？好了啦，你赶快去做工吧，免得公司炒掉你。拜拜。没事啦，公司炒掉我，那我就可以去美丰帮你打工啊，好不好？拜拜。爷爷，你终于醒啦！你在研究什么？我在参考国外的藤器设计啊。我觉得啊，只要我们在我们的藤具做出一点变化，一定可以走出一条路的。爷爷，你平时不是不喝酒的吗？为什么今天喝这么多啊？你爸找我陪他喝酒，是他送我回来的吗？是啊，他还把货车的钥匙交给我了。算他还有良心。爸为什么要找你出来啊？他还跟我要了你的电话号码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都不肯说。他向我忏悔，说对不起你奶奶。我看他心情不好，就陪他一起喝。奶奶不是写了封信给你吗？写了些什么？奶奶对你真好。我欠他的情，这辈子都还不清。爷爷，以后你就不要再赚快钱了。就算你赚了全世界，奶奶还是回不来的。奶奶把美丰留给你，就是希望你能继承她的精神，这是她唯一的心愿。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。他都已经不在了，坚持下去也没什么意思。在这个时代，没有多少人会欣赏这种纯手工的制作。紫薇啊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
你看我庸庸碌碌一辈子，到最后得到什么了？人耀，紫薇，怎么突然跑来啦？我刚下课，有什么收获吗？无聊死了。我那个老师啊，一直在炫耀他的微风时，我差点睡着了，真的浪费时间。早知道我就约你吃晚餐了。你特地过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说你老师很差？不是啦。那我先走了，晚安。上楼吧。这么晚了，会不会不方便啊？还装？是很不方便。那你先回去吧，拜拜。哎呀，我礼貌上也应该夹一下的嘛。我还以为你是好吃懒做二世祖，没想到你还下厨。哎，你这句话说错了3点啊。第一，我已经不好吃懒做了；第二，我也已经不是2世祖了；第三，我不会下厨，只会这道蛋炒饭。哇，不错啊，蛮有厨师的架势。当然了，我是一招打天下。这一道菜啊，我已经炒了20年了。哇，20年的功力，那就是大师级的一定哦。当然。不过说真的，还真香。哇。真的很好吃。好吃吧？你知道吗？你是第一个尝过我厨艺的女人。那我是不是要包红包给你啊？那倒不用，只要你以后看到炒饭想起我就好了。我很少吃炒饭的。我有信心你以后会常吃的。这么有信心？因为我有预知能力啊。好啊，那你告诉我，我接下来会做什么？你应该会打我，不可能。要不然你就会亲我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你会打我了吧？这么晚了才吃饭。哎，爷爷，你好。我们在讨论公事，然后人要突然肚子饿，他就炒饭来吃。你要吃吗？你明天不必上班啊？要，我吃饱就走了。很迟了，带回家吃吧。没关系，我看到你就饱了，我先走了。爷爷拜拜，子薇走了，拜拜，晚安。晚安。爷爷早安。这么早就开工了？反正都睡不着。为什么睡不着？对了，爷爷，你看，这是我新做的戒指，好看吗？挺特别的。现在很流行这种小藤具，
只剩下几个了，我要赶紧做新的。你要不要帮我啊？你手脚比较快。你要从这样过来，啊，你帮我办。你跟人要开始交往了？不知道算不算？怎么了？那就到此为止，不要再进一步了。为什么啊？你还不够了解他，这个人没那么简单。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也是跟你一样，对他没什么好感，觉得他这个人太轻浮了。可是后来慢慢的跟他相处，觉得他这个人还蛮善良的，帮人也不求回报。上一次啊，还义不容辞的想要捐肾给奶奶呢。那不叫义不容辞，他是意图不轨，想要得到你的芳心。有些事原本不想说的，但是为了你的幸福，我不得不说。他捐肾只是一场苦肉计，表面说捐，但其实根本就不想捐。为了让体检不合格，他就拼命吃甜品，让自己的血糖升高。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啊？是我亲耳听到他跟他姐姐说的。他这个人也很没有爱心，对老人家的态度非常恶劣。还有啊，他还跟那个阿伟串通，假装被阿龙追杀，骗自己的母亲的钱，结果那笔钱反而被阿伟骗走。阿伟是不是那个跟人耀一起租下米丰的那个人啊？是啊，就是因为有把柄在人耀手上，阿伟才答应每个月分期付款还钱给他。我还以为那些钱是人耀妈妈寄给阿伟的，没想到他是这种人。坦白说，这阵子他确实帮了我不少。对啊，他主动要帮我们付租金，我说要让他成为米丰的股东之一，他也拒绝了。我知道你觉得自己亏欠他，放心吧，我一旦收到租金，就会把钱还给他母亲。如果他是真心对你，我是不会反对。我担心的是，他的诚意是装出来的。欢迎欢迎。表哥，你确定是这里吗？几时还钱？再不还钱，我就放火烧你屋子，把你烧成叉烧啊！啊！我们是来吃饭的，不是来收账的。这位小姐，有没有吓到你？没有。如果不好吃啊，下次我们来就泼漆写大字报，然后再拍照 po 上网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请坐。这位先生你也坐吧。来。那你们请慢用，有什么事可以叫我们。哎，等一下，有没有搞错？就这些菜啊？这是你们订的啊。哪一个白痴会吃这种东西呀？我啊。sorry， 好看。怎么了？不喜欢呢？是谁煮的？我老大问是谁煮的？是我煮的，很难吃啊。一看就知道不好吃啊！赔钱。就是我的味道，我找了很久，妈妈的味道。自从我妈妈去世以后，我每天做梦都想吃她做的饭菜。你们两个，给我坐下来。哦。桌上的东西全部给我吃完，它一粒米都不可以剩。哦。对了，我要连订1个月的餐，每个星期1、3、5。哇，太舒服了！
我这辈子都没有做过 SPA， 真的是太爽了。等一下会更舒服的。我已经做了2个小时的精油按摩。那不是很贵？不用担心啦，现在是 Happy Hour， 不会太贵的。心肝啊，钱难赚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要好好宠宠自己，不然工作那么辛苦干嘛？你要为自己而活啊。我哪里没有为自己而活？我现在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原来自力更生是那么爽的一件事啊！不过刚才被那几个黑帮老大吓都吓死了。也是，我经常不在家，有你一个人也挺危险的。不然这样吧，我们请个保镖，他就是你的保镖。什么保镖啊？我叫迷跟你解释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心肝啊，没事的话不需要那么早回家的哈。拜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最近不是在做那个私家厨房吗？我们想说，如果家里有一个壮一点的人帮忙看着，感觉会比较安全。没想到星际会去找你。这样。只要我有空，就会过去看看。你愿意过来帮忙？可是我怕我请不起你嘞。我又没有要跟你要钱。不可以啦，怎么让你白白做工？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，就当做我去吃免费餐呢。你能吃多少？免费餐？放心，我会吃够本的。那你现在就开始吧。那当然。吃吧。那我帮你倒。喂，什么？违禁品？可是我都没有寄过包裹啊，这个怎么可能？啊？啊？小心是骗子，不要上当。哎，小姐呀、嘿嘿嘿嘿，哎呦，你的声音很好听哦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哎，喂。以后接到这种电话，最好马上挂断，不要讲这么多，小心被骗啊！你以为我那么容易被骗啊？我只是觉得无聊，有人打电话给我，不是跟他聊2句喽？老伯，我叫阿 Man， 你呢？高团。你是不是老高啊？你是谁啊？我以前住在你隔壁做藤具的，后来你搬走了。那你是阿峰的什么人啊？我就是阿峰啊，只是我变年轻了。那恭喜你喽！你吃了什么仙丹妙药变成年轻啊？我就知道你不信。那，就是这个百岁至尊。吃了后，瘸脚都能走路，还健步如飞呢。小子，你想骗我这个老人家，走远一点呐！这是你这个月的佣金，只有1500。不太理想，和我预想中的差很多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四处寻找目标。问题是，现在老人都没什么钱，就算我说到像仙丹一样，也没用啊。那你就错了，老人家很多钱的，只是要他们拿出来比较难一点。其实就像你泡妞一样啊，要想办法讨他们的欢心啊。这我真的不会。很简单的，你只要拿出你的真心，以实际的行动去关心他们。很多老人家都很寂寞的，你只要对他们好一点，自然能够打开他们的心房，双手把钱奉上，那你每个月的收入就不止这么一点了。你是在和老人聊天，照顾他们的健康，还有排遣他们寂寞，哎，这是在做好事。 我
老高，你真的在这里啊？我买了面煎糕给你吃。你别以为买东西给我吃，我就会买你的保健品啊！你误会了，我是因为知道你喜欢吃才买给你的，没别的意思。你根本就是睁开眼睛说瞎话，你是在放长线钓大鱼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会上钩的。大家一场老邻居，难得重逢嘛。什么老人机？你几岁？我几岁啊？我搬走的时候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是3、4年了，那个时候你都还没有出世呢。其实呢，石文峰是我的爷爷。那你没见过我，又怎么认得出我呢？哦，我看过你和爷爷的照片啊。爷爷常常跟我说你们的故事，还说你们喜欢一起下棋呢。下次我拿照片给你看。哎呀，真没想到，阿峰有孙子都已经这么大了。是啊，来，趁热吃吧。中巴路买的。你的嘴真刁啊！先过来吃饼干。你怎么会来了？我答应他们今天要带他们出去玩的哈。耶！你们是可以出去玩，不过得把功课做完才能出去玩，知不知道？啊，我们可以先出去玩，再回来做功课吗 ？Please, please。坏蛋啊！放开谁，放不下谁，对或不对，没了谁，世界只剩下一片漆黑。怎么样才算是天生一对？爱过痛过才珍贵。如果你感觉有点哦，没有球了，爆球了！你冷不冷？要不要买一件新的衣服来换？哦，我还好，反而是你，全身都湿了。没关系，因为我已经准备好衣服来换。你怎么车上会有衣服的啊？因为准备随时离家出走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假的啊！我每天下班以后就直接去运动，所以才会有准备啊。在找什么？我有只耳环不见了。耳环？会不会是在公园的时候掉了？我帮你找找吧。哎，算了，耳环那么小，应该是找不到的。我只可惜那只耳环跟了我很久，没办法啊。算了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我送你回家吧。不用了，我还有约，拜拜。拜拜。为什么不让我送你回家？我不知道，我很乱。是因为我吗？是，我就在想，之前是我提议我们假装在一起来刺激我妹，我们明明是在演戏，为什么现在我对你会有感觉？
我们真的是玩出火来了。我承认我之前对香果是有好感，可是，抱歉，是我的错，我没清楚地告诉你，不好意思啊。干嘛不接？是我妈，她一定又是骗我去吃饭，然后安排相亲。相亲？现在还有这种事？那你去啊。不如这样，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？帮你什么？冒充你的女朋友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演戏。当然不是啊，你和我都不是演戏的料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来真的吧。真的你的头啊！其实我知道你对我是有感觉的，为什么不给大家一个机会呢？老实说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你。好，等你准备好，再告诉我。我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。我等你。你回家不是那个方向吗？心肝回来啦！正业呢？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啊？他在哪里？关我什么事啊？哎呀，我去买菜的时候就看到他在对面的公园等人。我知道他在等你，所以我就没有过去跟他打招呼。你们两个发展到怎样啦？如果觉得合适的话，就不要再拖了，赶快选个好日子。你在说什么？选什么日子？我跟他都还没有开始。哎呀，不要不好意思啦！你们两个都一起去游泳了，还孤男寡女关在房间。那时候我们是在演戏，故意刺激你，让你吃醋的。哎，真的是秀多，刺激我做什么？吃饱没事做。是喽，我是吃饱没事做，玩火自焚，现在惹祸上身了。所以，正业向你表白啦？你又知道？刚才他深情脉脉地看着你，瞎子都看得出啦。心肝啊，你是不是拒绝了人家？我还在考虑。那有什么要考虑的？该不会是因为我吧？哎呀，心肝啊，我都说过那么多次了，我可以当他妈了。我不是啦，我只是不想贸贸然进入一段感情，万一不适合怎么办？而且老实说，我从小看到你跟人家的相处，我早就对感情没有信心了。哎呀，对不起啦，都是你不好，你没有树立好榜样，没有给你安全感。你不要那么说，我不是在怪你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对正业有没有感觉？如果没有感觉的话，我现在就不会那么痛苦了。每次看你的作品，我都觉得你是全世界最懂我的人。其实我知道你对我是有感觉的，为什么不给大家一个机会呢？你和我都不是演戏的料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来真的吧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还有这里还有一些扇子，如果热的话可以拿来用。太久没来这个地方了，现在已经改变了很多了。很久没有出来走走了，孩子嫌我走路慢，所以没有带我出门。没关系，
下次你们想去什么地方，告诉我，我带你们去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呦，你这样乖，不是送我的干儿子吧？我的儿子啊，真的都没像你这样乖。我见你比我见我儿子多。哎，对呀，真好，真的很乖耶，就是咯。这是给你擦你伤口的，早晚擦一次。谢谢，谢谢。怎样？今天还好玩吧？嗨，大家好。哎，圣诞老人来了。圣诞老人在说我啊。你呀，每次来就买东西给我们，浪费钱啊。好的东西要分享嘛。来，大家喝清汤。今天喝这个清汤是最适合不过的了。是啊，天气这么热，我正想喝呢。哎，来，大家吃。来，我帮你。谢谢。来，你的伤口好点吗？哦，已经完全好了，没问题了。那就好。对了，你这个保健品做的怎么样？我决定改行了。接下来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来陪你们。你那个保健品卖的不理想吗？经济不好，不容易。哎，各位啊，最近那边介绍我用一种保健品，我试了，效果蛮不错的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？啊，有。可是一盒不便宜啊。多少钱啊？250块。我有一盒。我2盒。我1盒。我也有1盒。那我5盒。哇，这么有钱的，你有吗？紫薇啊，爷爷，你看我买了什么？哇，你也会买马芬啊？你以前不是常说这种小蛋糕又贵又吃不饱的吗？你都说是以前了，人是会变的。今天难得大丰收，就当做是奖赏自己。什么大丰收啊？我的付出总算有回报了。那些乐龄中心的老人家自动跟我买保健品，还说会帮我推销呢。我还以为你去乐龄中心是为了跟朋友叙旧，没想到你是有目的的啊。爷爷，我真的觉得你变了很多，以前的你不是这样的。我还记得，以前就算顾客多给你1毛钱，你也不会收，因为你常常说，人就算穷，也要穷得有骨气。有骨气又怎样？只能让老婆陪我一起受苦。老老实实，脚踏实地，才赚那么一点点钱。我不想再过以前那种日子了。骗子！你这个大骗子！妈，什么骗子啊？他根本就不是你爷爷。我拿了他的指甲、头发还有唾液去做 DNA 检测，你看，我跟他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。放开谁，放不下谁，对或不对，没了
机会看见